楚风，遇到你，对我们而言也算是意外之喜。有你在中间做调和，我们和神体圣府的矛盾也更好解决。黄府天族族长又道。闻言，楚风那悬着的心倒是放下了。虽然神体天府如今的实力比之当初也是有所增进，但与黄府天族比，那还是差距很大的。若真是黄府天族要下死手，那神体天府怕是要面临灭府之灾。这也是楚风直接开口求情的原因，就想试试看自己的面子有没有用，若是没用，便只能另想其他方法。毕竟神体天府对王强有恩，自己兄弟的势力，楚风不能见死不管。何况楚风对那宇文炎日也是印象不错。楚风，反正他们也不会打起来，神体天府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怎么不直接让黄府天族的人帮你去抢夺先机？淡淡问道。相比于神体天府，淡淡更关心楚风能否获得好处。倒是不急，之前呈现出的地图不仅仅是地图，也蕴藏着一些破解之法。那破解之法着实复杂，我一路上都在思考，也未能参破。所以就算芥末白仙去了，他也不会那么快解开。就算能够解开一些，也多半是帮我做嫁衣。楚风说道。那若是你猜错了，其实那里很好破解，芥末白能够解开呢？淡淡问。那就是我活该了，我猜测错了，是我的问题，我要为自己的错误猜测负责。楚风说道。你这家伙少装喽，你很有把握的对吧？反正本女王相信你的判断。淡淡笑道。与此同时，黄府天族的人也一直在与楚风闲聊，那股热情劲就感觉像是他们欠楚风钱一样，都不能说是热情了，都已经有些殷勤了。若只是黄府圣女和黄府战天倒也罢了，就连堂堂黄府天族族长竟也如此，搞得楚风都有些不好意思了。上一次见面他们好像没这么热情，但唯有黄府天族自己知道，他们上一次与楚风分别后一直后悔没有与楚风关系更进一步，这也是为何再度见面如此热情的原因。其实这次是恰巧遇到楚风了，他们才说并未打算对神体天府如何，不然之前他们是真的打算找回场子的，就算不灭掉神体天府，也定然要神体天府脱一层皮才可。毕竟黄府天族当初便敢大闹9天之巅，他们从来都不是什么善茬。太古坟冢，一座坟墓世界外出现了层绚丽的光芒，将整个坟墓世界覆盖。那是防御大阵，但这防御大阵本不属于这方世界，是神体天府的手笔。这防御大阵分为3层，最强的乃是最里面的一层。巨大的墓碑下密密麻麻的全是神体天府的高手，不过眼下几乎皆是盘膝而坐，都参与到催动那防御阵法之中。但有2个人是例外，那便是神体天府府主以及他的孙子宇文炎日。神体天府府主盘坐在地上，他的脸上、脖颈上、手上，所有衣衫未能遮挡的部分都有着触目惊心的伤疤。那伤疤有些时间了，但这伤在初入神之时代是没有的。眼下他手握一把金色棍子，棍子两端很粗，不像是简单的兵器，更像是某种秘宝。神体天府府主气息并未隐藏，只是所散发的气息却不再是1品天神，而是2品天神。但哪怕修为已是如此，他仍是满眼警惕，如临大敌。之所以如此，皆是因为宇文炎日。宇文炎日站在墓碑之前，而那刻写着焚天君主之墓的墓碑上，一道道蕴含符咒的气焰宛如一条条长蛇，正自其中掠出，融入宇文炎日体内。宇文炎日正在接受传承，这也是神体天府如此紧张的原因。毕竟他们先前与黄府天族的人产生了摩擦，尽管是黄府天族长老先出手打伤了他神体天府的人后，他们才还手的，并且手下留情。但远古种族本就痛恨当代修武者，他也清楚讲道理讲不通，只是他不知道黄府天族到底有着怎样的强者。虽然不确定黄府天族一定会来报复，但万一来了呢？恰逢宇文炎日接受传承的关键之际，他难免不安，竟真的来了。忽然神体天府府主眉头紧锁，赶忙站起身来，同时所有神体天府之人皆在全力催动阵法，大阵越发强大。是黄府天族的战船群出现在了远处的星空，正在快速靠近。轰！突然一道威压横渡星空，倾泻而下，落到那大阵之上，这让神体天府众人包括府主皆是面容大变。3品天神，纵使他们拼命抵抗，这座大阵也未必能够抵挡太久，终会被破。
皇甫天族竟强大至此，许多人已是面露绝望。慌什么？莫要丢了我神体天府的脸！神体天府府主高喝一声：“修武者最怕的就是未战先怯，那便没有继续战斗的意义了。”可此刻，宇文延日则是开口：“爷爷，这传承让给他们吧，没必要为了一个传承而断送我府前程。日言，若真如此简单便好了。远古种族本就敌视我们当代武者，对方来势汹汹，未必是我们让出传承便能全身而退的。何况我神体天府拥有众多强大的天赐神体，他们怎会不惦记？”神体天府府主先前还训斥天府众人，可此刻语气却也尽显无力。主话到此处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便顺着那股三品天神的威压传了下来，并不是皇甫天族族长的声音，而是楚风。宇文兄，安心接受传承，皇甫天族并非敌人。原来皇甫天族族长释放而来的，这并非纯粹的威压，而是一种手段，可以让楚风的声音穿透防御大阵，到达那方世界内的各个角落。之所以要急着传音，那是因为楚风距离很远，便发现传承已经开始。而这座坟墓的主人，那墓碑上已经显现，叫做焚天君主。至少这个名字说明他是擅长火焰的，而宇文延日拥有的乃是日炎神体，恰好也与火焰有关。再加上神体天府拼命守护此地，楚风便猜测此地是对宇文延日很适配的好处。而传承关键之际不可打断，否则可能会有危险，所以才自远处便开始传音。